这个是什么鱼？大家我相信不陌生吧？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喊乌蚌，有的地方叫黑鱼，普通话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了。你们说说看，普通话叫什么？还是活的哈，我们自己先把它打整干净。今天呢，这个皮要，所以就把鱼鳞给它挂了，把肚皮破了就可以了。如果嫌麻烦的，可以叫卖鱼的老板娘帮你打整干净。首先给它斩成块，这样把这个骨头给它一哈片下来。这个乌蚌的话，只有中间这一根骨头，这些地方是没有刺的，所以说比较适合老人跟小娃儿吃。这样我们来处理这个鱼肉。平时大家都晓得，我做这个乌蚌的话，一般都是片的鱼片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换一种做法，给它切成鱼花。先阵子打直刀进去，切鱼花跟切这个腰花完全不一样哈。切腰花我们打的是斜刀，这样给它换一个方向，还是打直刀。大家不要给它切断了，切到鱼皮这里就可以了。榛子这个鱼花就已经切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我们把它翻过来，从中间给它切下去。榛子切出来就是一块一块的鱼花儿。这个刀有点钝了哈，切这个鱼皮有点费劲。鱼花儿切好过后，给它放入清水中，再次清洗一下，把这些血水这些全部清洗掉。香料我们准备一点这个土豆还有莴苣，大家只需要放自己喜欢吃的配菜就可以了。切成薄片，这还准备点泡青菜和泡的小米辣，泡的辣椒给它从中间切开就可以了。泡青菜也切成片，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片。鱼花把水分控干后加入盐，可以稍微重一点点，因为煮的时间短不容易入味。谷氨酸钠、胡椒粉一点点水，把手洗干净后给它码匀。你们洗不洗随便，反正我也吃不到。抓至有点粘手的时候，来一点点鸡蛋清，不要太多了。为了保证这个肉嫩，所以我们给它码一点粉。但是码了粉之后的鱼花它煮出来没那么好看，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哈，少少的加一点淀粉，码匀即可。今天呢有点暗了，我们就不水了哈，因为家里面来了客人嘛。98号的菜籽油就是比较纯正那种，它颜色香，味道香，颜色黄。再给它来上一坨这个新能源的猪油，也可以全部用猪油，但是我喜欢混合油。既有颜色又有香味。猪油炒化过后，下入准备的小料，也就是泡菜和姜葱蒜。酸菜烧油炒制过后，把这个鱼骨头也给它放进去一起炒。鱼骨头炒一下，第一个可以去腥，第二个的话是汤色更好看。稍微炒久一点都没关系，把酸菜的味道炒出来。烹入一点点料酒，收1分钟过后，给它加入清水。我这个是井水排高汤，也可以用鸡肉排或者是猪肉排。烧开过后，我们调味盐、白糖、谷氨酸钠，先尝一下看有没有盐味，还可以。这样把切好的这个土豆跟藕片也给它放进去，反正就是放自己喜欢吃的配菜嘛，粉丝啊这些木耳啊都可以。这样给它煮个5分钟的时间，把这些味道全部煮出来。因为煮的比较久，所以土豆我们一定要切来厚一点，切薄了全部要煮烂哈。这些配菜基本上已经煮熟了，我们用漏瓢先给它漏出来，直接放入盘中垫底就可以了。锅里面转小火，让它保持似开非开的状态。把这个鱼花给它全部放下去划熟，还是用勺子轻轻的给它推一下。你们看这个花一朵一朵的，非常的漂亮噻。基本上烧开过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，这个鱼肉全部都划熟了，直接倒入刚才垫底的这个菜上面，再给它摆上几棍泡海椒，主要是点缀的作用。中间撒上一点蒜末，最后给它淋上一点7成油温的热油，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非常美味的酸菜鱼花就做好了。
这个做法跟我们的酸菜鱼基本上差不多嘞，只是把鱼肉切成花，吃起来也是鲜嫩可口，开胃下饭。喜欢的朋友收藏着，有些时候试着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够。大家看，董事长的头发已经剪了，现在这个发型是标准的小学生发型，是不是？你在玩游戏吗？你那个手铐是玩什么的？是你的玩具吗？还是你妈妈的玩具？我的。你的。那些叔叔阿姨老是说是你妈妈的玩具，我就说是你的玩具嘛，是不是？今天家里面不是来了客人吗？他们不好意思面对镜头，只有像我这种老油条才好意思。所以我先帮你们尝尝看这个味道怎么样。这个鱼会看起来是非常的巴适哈。哇，又滑又嫩又香，然后带着一点点微微的酸辣。董事长，你过来一下。你觉得这个鱼会好吃吗？不知道。这酸菜鱼你喜欢的吗？没有辣椒的。这不是辣椒的吗？那个是点缀的泡辣椒。帅不帅？你说帅不帅？帅不帅嘛？啊，帅。对了，帅就对了。好，给大家拜拜。拜拜。今天呢，一个人就吃简单一点，2两水叶子面，这里还有一点腊肉。这个腊肉是我提前清洗干净的。上次有很多朋友问我，为什么每一次买的肉都不洗？洗肉这么简单，我就不用拍出来了噻。先把它全部切成2粗丝。香料外再准备一点酸菜，给它切成丝。这个酸菜是我们自己泡的哈，泡的时间比较久了，都有一点点开始软了，所以要赶紧把它吃完。锅里烧水，下入这个腊肉丝丝，先给它焯一下水煮熟。今天我们要煮的其实也是一道非常经典的川式小面。焯开过后，给它煮1分钟就可以先露出来避孕了。再来切上一点姜、葱、蒜，葱给它切成长一点的节子，等点才方便捏出来。蒜切成片，姜也切片。一个人嘛，我们就2下把它弄起来吃了，吃到等点就好水儿。锅里面放这个新能源的猪油，因为我们没有熬骨头汤，所以就用猪油会鲜一些。猪油炒化过后，下入腊肉，丢几块干花椒。一定要给它爆一下，吃起来才会香。再把姜、葱、蒜和酸菜放下去，一同煸炒2分钟过后，加入水。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朋友可以加骨头汤或者是鸡汤。调味毛毛盐、白糖增鲜，再来上一点点胡椒粉，增加鲜味。尝一下看这个汤底的盐味够不够？刚刚好，我觉得。还比较酸，这个酸菜，大约给它熬煮个6分钟的时间，再调上一点谷氨酸钠，增加鲜味嘛。淋上一点点藤椒油，和转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先找个大点的夹子给它装起来。这个锅里面我们已经把水烧起了，开了之后就可以丢面了。四川吃面条啊，一般都会放一点臊子，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面臊子的话，就是酸菜腊肉，你们，我们是咽了几下口水呀？主要是我太饿了。但是我们这边其实的面很多臊子，比如红烧牛肉、红烧排骨、兔子面、炸酱面、肥肠面，这些面啊都非常的好吃。今天这个面也肯定是非常的好吃。锅里面水已经开了，下入2两面条。四川的小面的话，一般都是用来碱水面。面条快要煮熟的时候，给它放入几个青菜叶子，我用的是瓢儿白。煮熟过后就可以关火，直接给它捏入碗中，舀入刚才炒好的面臊子跟这个原汤。吃这个面的话，一定要碗大一点，汤宽一点，真子吃起来才巴适。非常好吃的酸菜腊肉面就做好了，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汤汁鲜美，面条爽滑，适合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时候试着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够。哎呀，有点热，这下就要开吃了。
看起来真的是又鲜又香。这个味道真的是巴适惨了，有腊肉的香味，然后带着一点淡淡的藤椒味，吃起来特别的安逸。先喝口汤看，汤是什么味？这个汤也非常的鲜，里面带着酸菜的酸味，还有这个腊肉烟熏过的这个烟味。可能找了一个生意，就是面煮少了一点，应该煮3两。哎呀，这2两面已经整完了哈，这个正儿八经的吃完了哈，不是像那种吃播搞的假。你2两面要是我都吃不完的话，我怎么可能长成这种肥头大耳呢？还有点汤把它喝完了，鲜香啊，爽。拜拜，下期见。